原文：凡也者，道之动也；若也者，道之用也。天下之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。白话：道能反故不去，用弱不用强。万物生于有，而有生于无。道之所以能永恒不灭，就在于它懂得反道的作用方式，是用弱而不是用强，使万物自行运转，而非强拉硬拽。万物看似从有中诞生，其实有的本身是无虚拟而来，这正是宇宙运行的奥秘。一切存在都源自那无形、无名却又生生不息的道。天下万物生于有，而有又生于无。所谓太素，是宇宙万物的根基，因此它属于有，但这个有其实是由意识所虚构、所映现的存在，也因此它又源于无。物质之所以能呈现形象，是透过呼旺的作用，高速运动所产生的残像盈满。就像原子中的电子，为什么能以极高的速度绕着原子核旋转？为什么它能持续地反，而不是一去不返的飞离？又是什么样的力量在维系着它？若说是重力或电磁力的强制约束，似乎又说不通。事实上，能约束电子绕合的，并非靠力来维系，而是靠一种无形的秩序、意识规律，也就是道。反是道的变动概念，就像太意，是意识的存在与存续，但当存续过久，最终也会归于止息。这正是反的原始展现。若是道的作用概念，如在太初之中，万物互动的最初力量，而太初源于太意之间的交互作用，太初形成的秩序规律，就是道最初用的弱。所以说，反也者，道之动也；弱也者，道之用也。这与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充气以为和，其实是在揭示同一个原理。就如地球绕日运行，如电子绕核旋转，万象皆循道而返，用弱而胜用强，无为而生有为。所谓反，不仅仅是回归，也不只是循环的往复，它更是一种觉知，一种对偏离之后的醒悟。就像环境的富裕，正是人类在过度有为之后，回望自然，反思自我而升起的一种回返之心。道是意识的规律，整个宇宙与万物皆因意识的有为而诞生，所以有为原本就是宇宙的道。然而，当有为过剩，万象过度复杂而失衡，宇宙自身也因此显得沉重、混乱。于是，反也者，道之动也。当宇宙走向极端的有为，无为就成了此刻应有的道。弱也者，道之用也。这说的是方法与手段的抉择。同样是面对有为太甚的问题，有人选择用强力去纠正，例如电影中的灭霸，以一弹指消灭半数众生，试图恢复平衡，这是强的有为。而另一条路，则是用弱的规律引导，例如佛陀所行的菩萨道，他以无为之心，度化无量众生，无声无形，不住于相，却能形成深远的演化趋势。
影响着无数微观世界回归清净太平。弱小细微的影响力却远胜强大显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万物的存在皆因意识的解读而相对成立。当意识转化，世界随之改变。当代科学试图探寻宇宙的起源，却始终无法回答两个根本的问题。其一，只要有时空，就会有边际问题。其二，最初的有又是如何存在？而在古老智慧中，佛老阐述了物象宇宙之外的异世界：空无边处天，是无边处天，无所有处天，非想非非想处天。而黄老阐述了物象宇宙内的异世界：太易、太初、太始、太素，两者彼此如镜像般存在，而指向异世界的不同层次。异世界没有完备的时空概念，是一种时空尚未成型的意识状态，所以不属于物象界的宇宙时空。所谓太素，是时空的边际，而空无边处天，亦如太素一般，皆由意识所虚拟而成。在太易之境，与非想非非想处天相对，唯有存在与存续意识，没有形象，也没有作用，只有纯然的觉知。这就是道的原初状态，从无而生有，从有而复归于无，万象循环，皆在凡与弱之中运行。人们的科学发现与对现象的解释，有时并不是同一回事，往往那些解释比真正的发现还要超前。这是因为人人皆有佛性，也就是说，每个人本就具备觉悟真相的条件，只是被妄想与执着所蒙蔽，而未能得证。当科学家最初发现原子时，他们以为这正是哲学家口中的不可再分的物质基础。然而，当科技更进一步，他们才惊觉，所谓的原子并非终极的实体，而是更深层结构的入口。在我们所能感知的时空尺度中，世界的物质基础是由量子层次的电子、光子与基本粒子所构成。这些微小的存在让我们能触摸万物，感知世界。而当尺度比量子更细微时，那些物质对我们而言便如同不存在，仿佛回归于无。然而，这个无并非真正的虚无，而只是超出我们意识可及的层次。事实上，宇宙的每一层世界都有其自身的物象层与意识层。例如，我们会以第5层宇宙为构成形体物象层。物象层对我们而言就是有，而以第4层宇宙为构成灵魂的意识层。意识层对于我们而言就如同无。就像我们无法直接感知夸克的存在，夸克比量子更微小许多，肉眼与感官皆无法察觉，但透过精密仪器，我们仍能推论它的存在。而对于那些生存于微观世界的众生而言，这颗我们称作夸克的微粒，或许就像巨型陨石或小行星。因此，有与无是意识解读下的相对层次，而在绝对的观点中，万物都只是意识的解读，并不存在真正的有。从宇宙根源的真相探讨，到应用在人世治理的无为之道，
这是夏朝黄老道法自然的立论习惯。凡与弱，既是宇宙运行的方式，也是无为之治的核心作用。道是意识的规律，宇宙因有为的意识而形成，也因有为太甚而逐渐地域化。这世间的有为，就像滚滚洪流，推着众生不断向前。若不懂得回返，终将被卷入无尽的深渊。而反，则如逆水行舟，也许艰难，也许无法立刻成功，却是唯一能带来长治久安的希望。所以，反是觉醒者的自然反应。就像一条身处优氧化池塘中的鱼，在浑浊中挣扎着向水面浮起。它渴望生存，渴望清明，却未必知道该如何返。这正是众生之困，也是道之悲悯。而弱的无为之道，并非放任或消极不为，而是疏导意识的规律，使万物能自然而然地反转，不再造成灾祸而利益众生。万物之有，皆源于无，因此唯有无为之法，才能真正化解有为太甚的根本问题。关键不在压制，而在疏导与转化。反是因为觉悟真相而升起改变的力量，弱是以根本规律去调整错误的方向。弱是用弱而非软弱，用弱是从根本规律处着手。因此，用弱不用强，不仅是顾及众生，更是关注于治本。例如教育，真正好的教育，不是压迫与打骂，而是启发心灵，让人自发地热爱知识，追求真理。若从社会治理而观，道法人心与道法制度是两种层次的治道。道法人心的仁义之治，能使人由衷感受到社会的正义与公平，因此常有损有余而益不足的事情。道法制度的礼法之治，仅能在表象上维持秩序与平衡，因此会有损不足而奉有余的问题。所以说，治世之道不在强堵，而在于懂疏导；不在执着，而在于能回返。唯有懂得返，方能不为殆；唯有行于弱，方能无后患。这就是取法自然的无为之道。